其实应该是12年吧，12年7月份开始玩咖啡。然后当时玩咖啡的时候，最开始玩的虹吸，因为第一把壶就是虹吸壶。然后下来开始在做的过程中呢，然后就发现就是也想尝试更多的一些咖啡豆，就是想，因为咖啡豆一搜，当然也不懂嘛，淘宝上一搜就发现这么多豆子，然后想那是不是每个豆子味道会不一样，然后就想尝试一下。尝试了以后，后来发现基本上淘宝当时买回来了以后，豆子好像都是深焙。所以说味儿基本上也大差不差，然后包括炭烧呀，记得当时意式炭烧、曼特宁巴西、哥伦比亚，然后大概就是这些豆子，然后也不太懂，然后后来就开始觉得，那就开始想着，那既然玩了，想着给它玩的稍微再深一些，不想这样就是这种浅尝辄止这种感觉，然后下来就是想着呢就往下玩，就开始去攒机器烘豆子，然后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遇到了一些朋友的一些帮助，然后还会上一些咖啡论坛呀、咖啡吧，然后跟大家交流一下，然后看大家是怎么去弄，然后慢慢就是一步一步吧，反正主要是以一个玩的心态，然后做这件事情，然后开始去买各种各样的设备壶，然后去尝试。对，是这样子，就是这个是我的一个理解啊，因为我可能当时刚开始玩的时候，其实对这个机器里面的东西并不是那么了解，然后因为当时咖啡机啊和烘焙机也比较贵，然后其实我是本着一个省钱的态度去做了这件事儿，然后但是在改造这个机器的时候，你后来会发现，就是你有一台小机器的时候，你想去把它改造一下，就是你会发现这个机器有一些东西不能满足你，比如说我第一台的那个，我刚开始玩手网后来去做了这个烘焙机疗以后，做完烘焙机疗以后，我发现就排烟上面会有问题，然后它的那个就拨片就是扰动会有问题，然后我就会再去改，然后这个改的过程中，其实就是你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。你说它挺有意思吧？我其实说实话，我玩下来，我觉得前几年玩咖啡就刚开始那个钻劲儿，它给我带来的愉悦感是比较大的。云南，因为我刚开始玩烘豆子的时候，当时买云南豆是比较便宜的，只有2种豆子比较便宜嘛，一个是罗布斯塔豆，一个是云南豆，然后只有这2个豆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一些。我印象可深，我当时买这个云南豆子，其实价格还不是那么便宜，因为别人家的豆子是按公斤卖，他家按454克卖，是宝山的云南。然后我印象特别深，他家应该是一个淘宝的一个店啊，当然这个你可以就是不播，就是某宝啊一个店里面，然后以后我第一次烘是拿手网烘了以后，后来因为火力掌握不好，然后它就热了，就是不敢烘，火不敢开那么大，然后烘了以后就是这个豆子预热特别慢，然后整个一个过程大概我就拿手网就是在厨房摇了大概有50多分钟，我觉得印象中特别深，连1爆都没有听到，2爆也没有听到，就是一直在那摇，我说这个豆子怎么这样，但是烘完了以后满屋子都是咖啡香，就是特别让我感觉到爽，就这一点，就是我不知道烘豆子是这种感觉。这个是云南，我第一杯比较惊讶的这个豆子，就第一锅比较惊讶的豆子也是这个云南，也是这个云南豆，但是我现在一直想复刻，就是当时的这个手网曲线已经复刻不出来了。我之所以最后去做这个咖啡，也是因为这件事情，因为当时是我烘完这锅豆子了以后，我是看了日本的一个，应该是在哔哩哔哩上面或者优酷上面看到了一个日本的一个，就是他在用那个法兰绒冲这个咖啡豆，我觉得他那个整个的膨胀呀，包括萃取啊，特别解压，就治愈。然后我就烘完了以后用了一个机器茶这个壶，就是那个银粒壶，然后磨也特别不好，就那几十块钱那种小磨，然后磨出来了晚上再冲了以后，我就感觉那波豆子喝出来了花香，就第一回让我感受到，因为我平时在论坛里面会看别人说哪个豆子有花香甜感跟蜜一样，就是那种感觉特别爽，然后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喝到过，然后那是第一回我喝到了那个花香，然后但是那天我正跟媳妇儿在那块争论一些东西，我就说咱俩先放一放，摁个暂停键，我说你先尝一口，尝完了以后我说这个豆子不太一样，我说你尝一口，咱俩下来再聊。然后他说他不愿意，然后等于那一杯咖啡就被我自己喝了。然后后来我发现一个事儿，就是你喜欢上一个东西了以后，你吃到喝到，或者说你看到了一个很美的东西，你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的时候，那种难受那个感觉是，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最难受的，应该是这样的。所以说我就想把这个东西让大家更多人知道，让大家能喝到，让大家人可能这个想法也是我自己了，就是让大家也能觉着就是
我这个感受是什么样子的这种愉悦的感受，让更多人能知道它、了解它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说后来才做了这个咖啡。建议我现在其实不太敢说，因为首先来说，第一个烘豆子是一个比较烧钱的事儿，就是你要在里面不断的尝试。首先来说是豆子里面的尝试，因为它里面其实现在的豆子跟我们那时候玩，其实种类要更多了，包括处理法上面要更多了。它是一个比较烧钱的事儿，而且是每一个豆子出来它是农作物，它并不稳定，你要根据它这个豆子来调整你的烘焙，这里面又存在一个问题。第三个是因为这个，反正是我觉得你得有大把的时间吧，时间跟精力，然后你去做这件事儿。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市场，其实大家都很多人在做烘焙，然后每个人的机器也不一样，然后你想说靠这个东西来挣钱，因为在做这个烘焙的时候，就是你喜欢它跟它是个生意，其实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，就一定要想好。就我也挺建议大家去玩这个事儿的，它能给你带来愉悦，然后你烘一锅自己的。喝一锅自己的这个烘的豆子，其实也挺爽的这个感觉。但是问题是，你要是想把它变成生意的话，我觉得要三思一下，是这样。没有啥得意了，就是最近感觉倒是有玩到了一个豆子，我这个豆子是在试曲线，因为我记得前两天跟别的朋友说，我想让他。就我当时要说我烘一个豆子，我想让它喝着那种就是东风吹过来，吹到你自己身上刀割一样那种感觉，就是会让你记忆犹新。然后当时我的印象中，我烘这个豆子时，我想让它第一口喝下去就是那种苦感呀，就那种强烈的那种刺激感会刺激到你，但是第二口这个感觉会化掉。就是我前几天一直在喝，这个是源于这个感觉是源于我在喝过一个老师的一个茶，应该是一个普洱，我印象记不得，好像是个生普，就喝到这个茶的感觉。他当时问我是啥感觉。我说这个茶就是喝的有点，就刚才类似于行动那种有点凛冽那种感觉，然后我就想到咖啡能不能把这种感觉给复刻出来，然后我刚调了一个曲线，反正豆子不好，所以说感觉大概是有了，但是后续可能还要再调整。就是因为我是纯玩，所以说我这个感觉可能跟大多数人也不太一样。